当你做了一个选择的时候，没有对和错的，它都是你当下最好的选择，因为当下你想要去体验的东西，真正认识到我们自己内心，我们想要什么，哪一个是更合适我们的。但是没有任何的代价比未来的你更重要，因为你要做你的选择。虽然 dating coach， 但渣男还是渣男。对，这个是。天南海北一起瞎谈。人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就是首先你看到的是你自己内心的感受跟投射，然后你真正留下在你无论是心里、身体里、你的脑海里的，其实最后是一种感受。包括其实有时候我们跟人相处，有时候也是这样的，你会觉得我只能就是我跟他在一起这样，我感觉是这样的，我特别好像离不开，我特别要抓住一个什么感觉。其实有的时候是你在他身上投射的这种感觉，因为我特别有爱，可能是或者是我特别的容易感动，我特别的需要这种，或是我有这种救赎的感觉，那我在你身上就有一种哇，我有 power， 我有力量，但其实是我拥有，然后我放在这里是我自己在拉扯我自己。对，所以说就觉得感受这个东西真的很主观，而且人就是很主观的，没有办法很客观。对，我觉得法律也是尽可能的客观，或者我们一些就是 roots， 包括道德，都是它尽可能的去客观，尽可能的公平，尽可能大家比较公平的活着，让大家活得更好。但是我觉得人生大部分的东西，你认为的客观和理性，其实还是主观。没错的，这个我深刻的认同。就包括我们现在看，就是我们这边也有 jury duty， 就是说我们作为公民要去旁听嘛。然后其实很多案例它也是基于原来的原始案例，发生过的案例怎么样的判决作为参考，然后去给新的一个 case 去做断定、做判定的。但是其实本身这个东西基于原来的基础就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事情，它就没有完全客观的一个状态，它都是 base 在 case study， 就是我们的案例分析的基础上面的，所以就是什么感觉都是没有绝对的，对吧？然后我们又回到我们刚刚说的成长的这个话题，其实我们在不同的地方，我们遇到的每个人，就刚刚说到相互感受，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可能你的起心动念，别人的一个举动，它就会让你的人生发生改变，让你的想法发生改变，让你可能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我记得我跟你有说过，就是说我们在成长过程中，不一定你的贵人或者是这个人是他托举你的，他也有可能是打压你的，甚至是给你带来一些不好的回忆的。但是其实这个才是更有利于打破我们的舒适圈，让我们正视自己，不管是不足也好，或者是说我们自己激发自己可能性也好，它是一个可以把消极变成非常积极的一个过程。就好比我记得我之前在人生当中有一个公司嘛，因为都是纯老外的一个公司啦，然后呢，因为有很多 politics， 就是政治斗争的问题，那就很不巧，那可能我站错边了，然后呢就导致对站错边了。在年轻的时候呢，你会把你的 title， 就是你的这个名头跟你的我到现在都记得，以前我有个 mentor， 一个导师问我一句话，就是 Felix， 你觉得你做一个工作，你的收入和你的 title 哪个更重要？我当时觉得那不是应该一起发生的吗？我没有考虑到过，是很多时候在政治斗争当中，可能在利益斗争当中，可能他的资源分配是分离的，就是有的人他可能有一个高的 title，但是他的收入可能没有那么高，但是有的人可能他的利用价值很高，所以他付给他的收入是很高的，就是薪资是很高的，但是他的 title 名头是没有那么高的。但是我以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的，就觉得他必须得同时发生。但是通过这个政治斗争，让我也深刻的剖析了自己的处境，认识到了这个社会就是人力资源管理的这个部分它怎么运作的一个逻辑，让我跳出了这个圈，让我会觉得原来其实是有不同可能性的。也许我可能去跳一个公司，跳一个环境，那我到底想要什么？我想要自我成就的这个 title， 还是我想要在财务上面更自由一些？那我就可以更清晰的做一个选择，人生的选择。当你做了一个选择的时候，没有对和错的，它都是你当下最好的选择，因为当下你想要去体验的东西，
那我就收获了就好了，那我就放下了那个执念，就是你求而不得的那种执念，因为很难你什么都一下同时发生。就好比我们在 dating 一个男生女生也好，在恋爱当中，我们总是希望他可能高富帅，有时候什么都有，就是条件也很好，但是现实并不是说你遇到一个人，他突然之间就是有一个 package， 可能我们刚开始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那我们必须得要先踏出那一步，去跟这些人接触，跟不同的人接触，去体验这样子，那我们才可以真正认识到我们自己内心，我们想要什么。哪一个是更合适我们的，对不对？所以特别是这个文化冲击对我也是一种成长的，对，然后包括我们当时说到在西方其实有一个 dating culture，就是我们有一个约会的文化。那在中国我们以前有说过嘛，就是不以结婚为目的的都是耍流氓，对吧？但是因为现代社会很不一样，就是如果我没有经历过，我没有去尝试过，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是不知道我们要什么的，对吧？可能是你先要约会，你要 dating， 先要吃饭，然后再发展不同阶段的感情，然后才会到我们决定要在一起处男女朋友关系，甚至到订婚结婚，它需要有一个过程。但是我们不会把一个道德放在我们的制高点上，就觉得那你们都没有以结婚为目的，那你们现在在干嘛？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可能现在当下年轻人都会也比较重视的一点吧，就已经有自我觉醒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了。可能我们那个年代，我觉得很多是这样。我觉得其实包括很多父母辈现在自我觉醒，其实很多你看到好多现在父母辈的人突然就离婚了，对。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哇，好惊讶，你都在一起30-40年了，你为什么要分开啊？你疯了吧？我觉得其实不是的，是大家终于意识到我可以做更多的选择，因为其实他们并不开心，没错。然后大家可能现在有更像我们的环境更成熟，包括舆论环境、社会环境、生活环境的接受跟包容度更高，它可能更复杂，但是它更容易就是 diverse， 它更容易被接纳，就是你可能更能找到自己的那个 right place， 你不需要大家都一样的，因为大家其实本来并不一样，但是就是你还是会做一个好的选择，对的选择。就像虽然 dating culture， 但渣男还是渣男，对，这个是这个是不可以的，就是你要分清楚，他是真的很认真的在跟你思考每一个对待，他在用你的角度去思考关系，他的角度去思考关系，这个是认真对待，而不是那种我其实就是想，你知道吗？就是玩一玩，对，就是 like 你是我唯一一个这样对待的女生，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对，要分清楚，你要分清楚，就是你要有一个 make a right choice， 就首先这个人是个好人，然后你们两个在一个好的选择，包括我觉得选公司、选工作 workplace 也是一样的，然后学习环境也是一样的。如果它是个 toxic environment， 就离开，对，因为你要先choose smart。对，然后要照顾到自己的感受。只要你不好不舒服，你觉得这个不对，不要想着你要改变这个环境，不要改变你的 coworker， 不要改变你的 boyfriend， 不要改变你的 date， 你的我经常说你的 gut feeling is always right， 你的内心就是告诉你的这个第六感投射的那个感受是非常真实的。首先允许自己接受好的、健康的、自信的，然后有爱的状态，然后你在这个状态和身份下感受到任何的不适、不舒服都是对的。对，你就要开始分析，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我要站在其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文化，其实让我有不同的 perspective， 然后你会站在一个很理性的就是角度，就是你可能有点 distance， 就是你像有点像上帝视角一样，上帝视角去感受自己，看说，那如果我现在在当下这样的一个环境，我 what kind of environment I'm involved right now， 然后你现在有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的这个不好的感觉是因为你现在自身的就是匮乏和你就是你觉得你要提升自己而改变，还是说它本身就是一个不好的、不值得你去留恋的一个环境？如果它是第二种，直接走开，对，直接换环境，直接走，直接离开这段关系，无论他可能要付出很多的代价，但是没有任何的代价比未来的你更重要，因为你要做你的选择，就是 make a right choice for yourself， 就是我要做，可能我做 Jeanette 的选择，然后你要做 Felix 的选择。当下可能大家不理解，我不需要任何人去理解，但是只要我舒服就
对就 OK， 可能就是一个状态，可能我当下就是不断的告诉自己，可能我现在就是这个水平，对，我会更好，越来越好，但是我现在就是这个状态，对，就接受自己，我们和了解自己身份认同的这个事情，然后慢慢的去做 ，less is more， 就是你能接受的时候，其实它的成长是更快的，它的转念，它的 shift 会更快，然后你在一个好的选择里面提升自己，才有更高的效率，才能更利益你自己。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利益这个词不是坏事，因为你的时间大家都是一样的，而且像我们的时间越来越快，所以我会觉得你选对是比你在一个坏的环境里不断的纠结更有意义的，因为你在里面纠结只会让你越来越低能量，对的，但是你不会有任何好的这种选择跟好的感受。其实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没有看到，我们还有一些别的设限了，就很多时候说哎呀，因为你过得很好，你不知道你有这么多选择，但是我没有啊，我不像你啊，我也没有像任何人，我只是做我自己。但是你有的时候其实不要这么想事情，就放松一下，其实干脆不想这个事情，给自己1个小时2个小时，就喝杯咖啡休息一下，或者你现在可能特别想走到个什么地方，我可能现在凌晨2点钟，但我特别想去楼下吃一口什么东西，我就走到楼下去做就好了，就不要想哎呀好累啊好怎么样，先做就干就完了，没错，做完你就知道了，对。然后这个其实也让我想到就是就是不要给人生设限呢，就是我只能这样才能对，因为我想到一个也算是寓言一个小故事吧，就是说到曾经有一个乞丐，然后呢他就是一直在乞讨嘛，然后有一个人就说，就是遇到了这乞丐，就说我现在给你100块钱，你现在想要做什么？然后就说那我就先买一个包子，先吃饱，然后呢就买几顿我可能接下来几天要吃饱的东西。他说那你吃饱了呢？他说吃饱了我就继续乞讨。然后呢 OK， 那我现在不仅给你100块钱，我给你1000块钱，你怎么样？他就说那我就先吃一顿好的。那剩下的钱呢，他会去买一个自行车，然后呢，为什么呢？因为这样他就可以骑着车去不同的地方乞讨，对。然后呢，这个富人当时就跟他说 ，OK， 那如果你想我要给你1万块钱或者是10万，我跟你说，我给他50万吧，然后呢，你怎么样呢？然后那个乞丐就会说，那50万我就先买一个房子，那我就钱就花的差不多了。他说，那你现在怎么办呢？我买一套房子，至少有地方住，我就可以遮风避雨了。那我就每一天我还是会出去乞讨，然后呢，但是我回来我有个地方住了。但是他有没有发现一个共性，就是他一直没跳脱，对，他的世界里就是他生存就只能乞讨，他没有跳脱出来去想一想，那我既然有一个资源，或者是别人给了我一个方向，我有没有去思考有没有别的可能性，有没有别的方式去做别的事情，我能不能做别的，我能不能有别的身份？对，就像我之前来上在澳洲上学也好，我也从来没想过我以后要用一口流利的英语在这个一个异地的国家去生活，对不对？其实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受限的地方，然后工作的时候也是，可能我就是在餐饮业也做过，在美业也做过，在精品奢侈品行业也做过。那个时候当下做决定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呀，就是给自己设限吗？然后我还是觉得有无限的可能。后来发现其实我在每一个行业我都做得挺好的时候，觉得其实是我不能给我自己受限，而是我去把我自己放在一个新的环境中，去体验了一把不一样的自己，就更多的一种可能性。对的，然后人生体验不一样，对，人生体验不一样，然后我再去做不同的选择，就是说，那我接下来我想要体验什么？对吧？我真的觉得你做了好多东西。你看，你想做美业继续做，你想去珠宝设计，你学完之后你就去做了这个行业，这是你现在这个阶段又在一个你想去体验的，就是完全另一个行业。你真的，我觉得你的人生活得特别的多彩。对，是的，因为我之前也 debate 过我自己就是因为我有一个其实有几个朋友就 judge 过我，可能他们也是出于好心，他就会说希望你过得好一点，对，稳定一点。对，他们可能会说，为什么你不能稳定一点，或者是你就 focus 在一个事情上，你就把这个工作给做好。因为我首先会觉得，我之前会 doubt 我自己，但是后来我会发现，那我可能尝试去做这些东西，它并不是适合我的。那我就像我们刚说的那段关系，可能它就开始 toxic 了，它让我不舒服，或者它受限于我的成长了。那我为什么要
让这个东西束缚住我的个人成长呢？对，因为我是一个个体，那一个公司它一个企业它能够教会你的其实是有限的。那我怎么样在我人生无限，这个世界是很大的，无限的可能当中去体验我的这样的一个人生，对不对？所以我后来我清醒了以后会发现，不啊，人100个人有100个人生的方式，100个哈姆雷特，我们会有不同的解读的方式。那我现在回顾我之前的人生，我觉得太精彩了。我 miss 掉了什么吗？我并没有 miss 掉什么。从精神层面上来讲，是非常充裕的一种感受，是可能让我甚至是回味无穷的一种感受，因为在每一个阶段我都遇到了一些新的事情、新的人，翻开就像人生的剧本一样，非常有趣。就是你自己给自己写的剧本对，很有意思。我也觉得就是你像有的人可能一辈子演了一个角色，然后你再试不同的角色，没错的，太有意思。就是你的感觉一辈子活了好多辈子的精彩。对，你可以选择你就一个角色一个身份，可能你如果你舒服其实是对的，对你舒服就是对的。你可能一辈子想做一个厨师，然后你想做个医生，你把你的职业给固定，非常稳定的过完你的这个一生，你也喜欢，对，你也喜欢，没有任何问题的。只是它是我的人生剧本嘛，它可能不是我想要的人生剧本。我的人生剧本可能，其实我不是这样，我不是这样而已。我可能就是想要去体验不一样的，就是我干嘛要给自己的人生受限？谁说我去体验这些东西做不好？就像我当时从整个就是奢侈品行业跳转到我现在的建筑行业，很多人是惊掉下巴的，就会觉得他好像八竿子打不着。对，就为什么你会去做这个行业？然后甚至我刚来做的时候，我是没有底薪和薪水的，就是断崖式的。然后我身边的同事也好，领导也好，都会觉得就是Felix 就是说。你疯了吗？你疯了吗 ？Are you crazy？ 就是觉得如果你做不下去了，你可以随时回来，然后呢，你可以有一个退路。我当时跟我自己想的就是绝处逢生，我没有想要给我自己退路，因为你想体验这个，我想要体验，可能真的是这样。我觉得我认准了这个事情，我想要去做，所以你就去做就好了。不要顾虑那么多，而且有的时候可能你刚做万事开头难，肯定会有一些磕磕绊绊，很正常的。但是你想体验的，对的。但是后来我又发现，其实人生的核心很多是相关联的。你以前的学到的东西，其实它的技术很多是相关的，比如说与人沟通的技术，对，它都是有共性的。世界其实说白了是个草台，巨大的草台班子，就是你万变不离其中，因为发现是这样的，所有的人都是因我们人和人之间是感情而连接起来的。怎么样去沟通，怎么样去与人沟通，怎么样去调节你的工作跟生活，其实它都是有一定的共性的。当然你发现了这个共性以后，会发现你做任何事情都没有那么难，因为一个技术我觉得花时间多少个小时去重复练习，你是会学习到的。但是有很多技能是，我们就说那个 employability skills， 就是我们自己的内心的那个悟性吧。那个我觉得是自己去体会到，它就是属于你的。没错，这个很重要，就是你已经把它变成你自己的东西了，对，所以它就会其实到任何地方都是这样。而且你刚刚说那个感觉，我觉得在我从学习到工作的那个状态的那个刚刚开始这个阶段，我就能意识到我之前会对权威，包括老师、可能长辈会有那种对，我要很紧张，我要 prepare， 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对，然后我就会觉得说我好像要把自己包装一下，或者做得很大，我要完美，我才可以去做这些事。后来就发现，其实相处很简单，然后你是什么样子，就是真正有水平，他一看就知道你大概在什么 stage。没错，你不太需要刻意去装和隐藏，没错的。世界就是一个草台班子。我发现有的时候你真的接触到这个环境、这个圈子这样的人，你就发现原来只是这样而已。没错的。你会发现其实我也没有那么糟糕，对，我也很好嘛。对，即使我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很小孩，就是很孩子，然后可能有时做事情就不够成熟，但是这个就是现在我就是这个水平，就是这个阶段，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像我去，比如说接触到一些可能长辈或者是非常就是这个行业的权威的时候，然后我妈妈可能也会说你要准备一下，你要怎么样？我说但就是都在我脑子里了，这个多1天2天的准备，其实对我来讲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实质性的改变，但是我今天整个人很在自己的状态，很放松，很做自己，然后我在就是对方面前，我完全可以露怯，
对呀、我完全可以，我不知道，这是真实，这是真实的自己，我就不知道就不知道，我不知道对就不知道，然后我可以做也可以做，对，然后他可能 pop 一个问题或者一个你是怎么想的？哎，你在国外这么多，你是怎么？对，我就直接说我的想法，可能非常 naive， 可能对他们来讲天马行空，对。但是有时候他觉得你小孩挺有意思的，对吧？人家不会觉得说我要一个特别怎么样，对，他没有，而且你身边的人他没有人是，永远是你在罩着你自己，对的，是我们自己在罩着自己，然后可能他会觉得你在勇敢的做自己。其实刚刚芷奈说的这个我很有感触，就像我跟芷奈结缘，对 be honest， 就是可能在我认识芷奈的时候你还很小嘛，我就会觉得你跟其他的同龄的孩子是不一样的，因为我能看到的是你非常努力的在学习，比如说我们当时有很多活动，然后呢我拿出来妹妹你就过来一起参加，然后其实你对是个孩子嘛，就是相对来讲我们那边有很多就是大人，对吧？所谓的大人，但是你过来其实就是一个体验，你也在成长啊，我觉得很有意思。没有人榨汁你的，就是我当时从你身上也学到很多，就是我会想，我可能10几岁、20几岁的时候，就是10几岁的时候，我可能做不到像你这样。其实真的是这样，就是我也很佩服当下你对于自我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因为这个是我觉得当下那个年龄段很多孩子是没有办法去意识到的一样的行为，他们可能就是一帮孩子很害羞很胆怯的，就是躲在那里打游戏或者去哪里玩，对。但是那个时候可能你已经可以跟很多所谓的大人成年人在一起，哪怕你不懂你就坐着听一听看一看聊两句，其实也是自我成长的一个过程，因为你带你去到了一个你不熟悉的世界，说白了，然后你再去接触一些新的事物，其实他就可能，我觉得完全 open mind， 对，就完全 open mind， 就是他可能就是真的会潜移默化的对于未来你真正走向这个社会的时候，其实已经开始奠定很多基础了。对吧？做一个 preparation， 做一个准备了。但是那时候其实没有想那么多，就觉得对，新的环境好。对。我觉得我们好像我们2个人都是不断的在 reach 未知世界的新东西，然后不断的打破。然后我们第一反应就是好有意思，不是那种哇我会表现不好。然后我回家的时候，我也不会觉得说我要不要想想看今天我没有说错话，今天有没有大家觉得我很 odd， 或者有没有给你添麻烦，我好像都没有想过这些东西。我觉得我脑子里就没有这个概念，对的，就是有一种心很大的小孩，对，这是心很大。也是 part of my personality。对，我觉得这个挺重要，就是我们冒险家，而且还有一点我们会想到，就是我们可能都是想要先利他嘛，就是我们可能先不用想那么多，我觉得他很重要。对我们，他可能有一个人需要帮助，我们先没有考虑那么多，我们就觉得当下他就是需要帮助，我们就去帮就好了。这样对他好，这样是好的。对，然后好的，就可能有一些好的事情就会发生，就像我们说到我们旅行的那些 surprises，然后其实我们是没有预料的，没有预知的，但是你会受到回馈，就包括今年就是大概2个星期之前，其实我又是在旅行当中遇到的一个事情，然后就是我跟我的朋友们，然后在拙政园在苏州，然后我们去园林嘛，然后刚进去的时候呢，有一个男的，然后就在门口，然后就直接说你们要找导游嘛。我们当时第一反应就说我们不需要导游，然后我就跟朋友就进去了，但是我们有点迷路，就是不知道哪一个是入口，就怎么走。然后这个师傅他当时可能比我年纪就大一些吧，然后他当时就站在那里说虽然你不需要导游，但是我要告诉你就是从这边怎么走，那边可以怎么出。然后我觉得他特别的真诚，就是他完全是利他的，然后我能感受到，然后我跟我朋友就是走到园林中的时候，就是因为当时很多人乌压压，其实我们不知道从哪看起，去看什么，一刹那我们就突然有个共鸣，就说要不然我们去找个导游吧，就刚刚那个人，让我们是一时间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感动的地方，我们就回去找到了那个师傅，我们就说我们还是决定请你当导游，因为我们觉得你当时特别的真诚，然后呢他也很感动，就说好的。然后刚开始其实我们还跟他还了价，然后就是很可爱的，很正常。对的。然后我们就进去了，但是他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好像有一点怀才不遇，就是他是学建筑系的，所以对园林
的知识的掌控掌握不光是给我们介绍这个故事，他也介绍了很多从建筑上，甚至是野史，它不是一种官方的介绍，然后说到了很多就是自古至今，然后所有历朝历代不同的人来到这个拙政园，然后他们的一些事迹，包括他们的老婆啊，然后不同的什么小妾呀，然后他们的这些事迹，野史，然后特别有趣，对吧？对。那我们在看这个风景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的感受就又不一样了。原来是这样子的，这个故事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设计或者怎样，他也在从中找到了共鸣。他会觉得我在说给懂的人听。他说我们他在这边可能接触到很多人，大部分的人可能只是逛个园子。他会说你在说什么？我们根本就不 care， 不懂得他所说的知识分享。那我们其实是看到的，所以他愿意跟我们分享更多。然后直到结束的时候，他就非常的感恩，就说我们就是仔细的在聆听他。就是我当时就说，我说其实你在这里其实有一点大材小用，他完全可以坐在一个大学去做老师，完全是 OK 的，因为他对于历史，对于建筑的专业度其实是非常有背景的。然后我们收获非常多，我们当时就很惭愧，就说我们不应该给你讲价，我们就按照原价还是给你。所以我们当时对，然后他也是一个很 keep promise 的人，就说我们当时说的价就是什么价，但后来还是我们给了就是全价了，就是我们就觉得他这是一个认知水平的对等，就是大家都相互彼此欣赏跟认知。但是通过这件事情，让我们的这个苏州的旅行，其实它变成了一个 highlight，一个高光的点。因为我们原来可能光看园林，就是此山还是山，但是当我们看到了这个东西的时候，变成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的时候，然后回过来又是看山还是山的时候，你当有这样的一个境界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才是我们人生的一个精华的一个部分，一个旅行的一个非常 highlight 的地方，它可能会在我们的记忆点中留存更长久。而且它让你非常的完整，没错的，感觉到非常的完整。对，没错的。所以这个部分也是我觉得，就我们今天谈成长嘛，然后也是一种成长，因为每一个故事，每一个他人的故事，都会让我们成长一些的。其实你我觉得越成长是看到的东西越多，越细腻。但是就像你说的，看山还是山，就是你看到的越多，越细腻的过程，到有一刻你会觉得像返璞归真了，你回到了像最早的那个 stage， 但是你好像明白它是怎么来的，就是 how it progress。对的，那个感觉是一种非常完整的成长，然后你知道你就是 complete。对，那个是我现在才开始慢慢有的一个阶段，就是 complete。对，就是我更轻松的去接纳这个世界和一切该发生的，或者是顺理成章都会发生的事情，好的坏的，我们通通接纳。它就是一种成长。我会觉得它都是 surprise， 对吧？就像我们在旅途当中的时候，可能我们因为误了点，误了班车，但是也许误了班车，它会让我们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对，但是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它就是一个新的体验。我们其实人生没有损失什么的，每一步都是收获，没有损失什么的，真的就是这样的感觉。因为我经常误机，我经常误车，我经常迟大到。我可能跟别人出去，有的人会很焦虑。我觉得如果我今天一定会到达一个地方，我一定会到。我从来没有那种，也不是安慰自己，就是我心里知道我是舒服的，没关系的。然后我有的时候可能在一个城市就因此多待了1天2天，我甚至在一个国家多待了1周的时间。对，然后我就觉得天哪，我说我在这里待着这么长时间，然后到有一刻我会觉得哇，它值得。对 ，It's meant to be，就是你心里就是有那个 moment，你会知道。我就是该在这里，没错。我就包括每一刻每一个的成长，你会有的时候觉得为什么我发生这个，为什么这样那样，然后你到后来发现就是这样的。我之前看过一个就是一句话，他说，每个人都在梦里，然后有的时候你是他的噩梦，但是你让他醒了过来；有的时候他是一个美梦，然后你笑着醒了过来。无论是你叫醒他还是他叫醒你，但是你们都不要忘记，你们都是梦中人。对的，是的，我们都是梦中人，我们都是梦中人。所以我那一刻就有一种就是我也不知道它具体的非常清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论逻辑，但是我就觉得它就让我舒服。对的，其实我觉得用一个简单的概念来去总结哈，就像我们走进了电影院，你是决定看一部人生喜剧片，
还是决定看一部人生恐怖片，还是看一部情感片，其实你的选择本身就没有对错，只是你选择你想要看的是什么，那它就是什么，那它给你带来的感受就是真实的感受，你的体验就是真实的体验，它没有对和错，对吧？它可能是不同题材的剧，但是没有说哪一部剧就一定说好过哪个剧，因为本身这些 judge 去做这个 judger 的时候也是有主观的，也是带有个人喜好、个人色彩去做这个 judge 的。对，它不一定是某一种我们世俗的那种，一定要获得一个什么奖才是好片子。对，其实有时候看到一些片子，你会觉得它好，当然有它的理由，但是只要能让你感动，就是那一刻、那一句话、那一个 scene、那一个 moment， 就是一部好的剧，好的剧。而且我那天有感觉，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像看电影，就像你说的。然后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感受到的共鸣的东西，我们会很难走出来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你其实在看电影。对的，我们就像你刚刚说，我们其实也是梦中人，对吧？我们在导演自己人生的一场戏，也许我们入戏太深，也许我们看到别人的一场戏，我们也会入戏太深，因为我们的共鸣，但是我们其实都在梦境里面，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不是说我一定要非要想个明白，非要抓得很紧，但我允许自己有这么一个过程，然后直到有一刻我意识到自己在梦里的时候，我说啊哈，就真的是啊哈，然后慢慢走开，然后再走到下一个梦里。没错，我就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成长的状态，就是它是 endless， 就是你永远没有我好像成长这个我足够成熟，我够了，就是我永远是在过程中。对，我们永远都是在这个世界也是在不停的变化的嘛，然后我们也是随着这个世界的变化一直在调整自己，允许自己，没错，因为我们谁都不能够预测这个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去发展，没有人能预测自己的人生到底是确切是怎么样，但是只要是我们按照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剧本去导，自己是开心舒服的。而且其实没有任何的所谓标准在人生里，你要按照这个标准活，包括我甚至打破我自己的标准，我觉得这都是没有问题的。没错的，就是 depend on 你现在想做一个什么样的梦。对，所以允许自己自由的去选择，不是说我非要这样那样才能自由，真正的自由是不需要被证明的。没错，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总结也挺好的，就是人生如梦吧。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跟大家分享，我们就是成长，每个人成长，我相信你们的成长也是很多姿多彩的，然后有自己的人生体验的。那也希望就是说，如果你们有什么有趣的事情，也希望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对，然后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个谈论，然后给大家带来一些思考，然后一些好的价值，好的感觉，对。然后呢，我们也希望就是也很期待下一次我们的讨论的话题，对吧？下一个阶段的成长是什么，然后去有一个新的分享吧。对，希望大家做个美梦。对的。好吧，那今天就到这里吧，拜拜。